增进认知，实现自由。朋友们，这里是老管解牛。斩杀线，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张社会的巨大的网络里，这张网里面隐藏着几条看不见的斩杀线，只要你踩中其中一条，你就可能会陷入巨大的困境，甚至是滑向破产的深渊。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这些斩杀线都是不同程度的存在。那么这些斩杀线都是什么？这些斩杀线是如何斩杀普通人的生活的？那今天呢，老管运用经济学思维，深度全面对比一下中美两个社会它的5条斩杀线。什么是斩杀线啊？斩杀线这个词儿最先是在游戏里用的啊，就是说如果你的剩余血量低于一个特定的数值，你就非常容易被对手一个组合攻击就把你彻底斩杀。因为它这个组合攻击的杀伤力啊，是让你的掉血量刚好等于或者大于你的剩余血量。那这个词儿呢，如果稍微学术一点说的话，通常被称作临界点或者是阈值。你在这个临界点或者阈值以上啊，越往上越安全，那你越靠近这个阈值，你就越危险。那么这个概念啊，其实在我们管理自己的生活风险还有财富投资风险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啊。比如啊，咱们随便举一个例子，一座大桥最大承重是100吨，那你开着一辆30吨的卡车通过，你就很安全呀。但是如果你开着一辆90吨的卡车过桥，你觉得你安全吗？胆大的可能说那没问题啊，它不是还差着10吨吗？但是啊，这个时候你压垮桥梁坠桥的风险已经显著增加很多倍了。那为什么呢？第一，那座桥的承重能力当初算的准不准呢？那又经过这些年，这座桥有没有老化？有没有一些意外的地理变化、材料的变化呀、天气的变化呀，让这座桥实质上它的这个临界阈值已经降到了90吨以下呢？那第二，就算没有前面说的这些风险，有没有可能你刚开车上桥，你对面或者后面忽然就来了个冒失鬼啊，开着一辆20吨的车也上桥了呢？那第三，又有没有可能旁边有一条铁路桥，恰好有火车通过啊，给你这座桥带来了一定的共振，那大大降低了它的承重阈值呢？那么这些情况下，你很大概率都是要坠桥的。那与斩杀线相对应的另一个词呢，叫安全边际。那安全边际就是说，你离那个可怕的那个临界阈值啊有多远？你离它越远，那你的安全边际啊就越大；那你离它越近，你的安全边际啊就越低。你就越是处在一个非常容易被冲击，然后突然就滑落斩杀线的这么一个危险状态。那我们的生活、财富管理、投资管理，实际上都应该始终坚持这样一个铁的准则，那就是永远要给自己留够足够的安全边际。那这一点啊，实际上是投资祖师爷巴菲特啊人生智慧和投资智慧当中的一个核心概念。那另一位著名的投资者塔勒布啊，就把这个斩杀线、安全边际所描述的这个状态，进一步把它深化为脆弱性。那塔勒布就是写《黑天鹅》啊、反脆弱啊等等这些著名的书的人。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游戏里啊，如果你已经接近这个斩杀线了，就意味着你现在是变得越来越脆弱了。越靠近斩杀线，你的脆弱性就越强。意思是说，你一旦承受一些外来的意想不到的重大攻击，你就会立刻坍塌。那这些概率很低、杀伤力又巨大的这些外部冲击呢，塔勒布管它叫黑天鹅。那黑色的天鹅嘛，那出现的概率很低。那当然现在因为这个大家好像都很喜欢黑天鹅，这个由于这个人工养殖，这黑天鹅现在反而倒很多了。那你开着90吨的卡车，通过承重能力只有100吨的大桥，你就是处在一个极其脆弱的状态。你自己如果只有10万块钱，但是你借来了90万，凑了100万去投资、去做生意、去买股票，那你也是处在一个极其脆弱的状态。
一旦来一次较大的亏损，你就会立刻陷入破产，万劫不复。那所以这个斩杀线呀，它其实描述的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那些能够让我们变得更脆弱，让我们失去安全边际，让我们一旦遭遇重创就再也无法翻身的那些陷阱。那有人在网上说，美国人所面临的这个斩杀线呀，描述的情况真是触目惊心，惨不忍睹啊！但是其实你只要稍有常识有正常的基本的判断力，你对这些谣言你一眼就能识破了。那我今天也没兴趣去反驳这些谣言我今天真正要讲的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社会都真实存在的那些斩杀线。这些斩杀线分别在不同的侧面对不同的人群发挥重要作用。有的斩杀线呢只对少数人斩杀，那有的斩杀线呢实际上是无差别的，对所有人都有斩杀作用。那我接下来把这5条斩杀线一条一条分析一下，在中美之间也做个对比。那我这么做的目的是让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能够理性的、清楚的看清楚这些不同的斩杀线。不管在什么社会，那同时要明白清楚我们怎样才能躲开这些斩杀线。那躲不开的，我们又该如何应对，让我们的生活长期稳稳的向前发展，那稳稳的实现生活和财富的自由。那第一条斩杀线就叫先天斩杀线。先天斩杀线是指有的人生下来他就有残疾，或者你没有残疾吧，但是你非常不同于大多数人，比方说你是一个跨性人。那这些人他会从一开始就陷入巨大的困境，那可能整个一生都被迫在困境中艰难挣扎。那大家都见过那些先天残疾的孩子吧，有的四肢有残疾心脏神经有残疾有智力缺陷这些孩子生下来就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困难，而他们的父母呢也会因此陷入巨大的困境。那这条斩杀线很多时候它是随机发生的，你不知道它会落在谁头上。它一旦降临到一个人头上，你想躲都躲不掉。那中国呢，官方认定有8600万残疾人，也就是每16个人就有一个。你看这个比例是不是并不低它落到每一个人头上的概率并不罕见那在美国呢，一共有3.4亿人口吧？你知道美国的残疾人有多少？5400万。你大约每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残疾人。那你可能觉得，这美国怎么那么发达，还比中国残疾人多这么多呀？那这主要差异是认定标准不一样。你在美国癌症、心脏病糖尿病，你满足一定条件都被认定为残疾人。那在中国呢，你就算是手指头断了3根只要它不是大拇指，你就不算残疾人。那这个认定差距实在太大了。那这样的困境只靠自己，你是几乎没有能力摆脱这个斩杀线的，必须要靠社会的帮助才可以。那中国呢，每个月给残疾人的补贴有多少那通常就是每个月在80到300元人民币之间。比如伊春市政府它文件公布困难的残疾人每个人每月发100，那重度残疾人他的这个护理那每个月发80。你注意这有个形容词在前面，叫困难的残疾人、重度残疾人。那这个尺度在哪里那不知道，那都他们自己来掌握。那美国呢，现在有400万残疾人每人每月平均发1700美元的补贴，而且他的配偶和子女再每个月平均发1200美元。那你说这两者差距大不大那我在加州我上次听到朋友说，他照顾自己家的老人生活，老人失去自理能力那每年他能拿到大概4万美元的护理补贴。那如果老人得了阿尔兹海默症，那更严重你要照顾他，你每年能领到6万美元的补贴。我前2年呢在加州的东湾居住，每到暑假，我儿子所在的那个小学就会启动一个项目，就是免费照顾来自社区的几十个残疾儿童。我当时看到那几十个这个智力有缺陷、身体有缺陷的儿童在校园里活动的时候那个场面你应该能想象那你又看到校长和老师们在那里忙得团团转他们极其温柔地对待每一个孩子。我真是发自内心的对这些老师们产生崇高的敬意，他们真是很了不起的
他们的收入很低的，这个后面我会提到。但是这个景象，请问你在中国社会你见过吗？中国照顾残疾儿童、残疾成年人和老年人的重担几乎全部落在了家家户户、家人和亲戚自己身上了，这是极为沉重的担子呀。那你看，在这两个社会里头，如果你遇到了这个先天斩杀线，哪一种情况能让你的困境得到更大的缓解呀？那对于这条斩杀线啊，我只能说，每一个社会都应该伸出更多的援手，否则这条斩杀线就会把社会上这10%左右的人口牢牢地锁在困境里。第二条斩杀线就是教育斩杀线。那教育对个人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如果你能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你的人格呢就会健全的发展，你的知识储备、你的思维能力都会得到持续的巨大的提高。那么最终，在这个知识越来越重要的信息时代，你就会比那些没有得到良好教育的人拥有更强的竞争优势，你就可以更轻松地获得更好的工作更好的收入、更富裕、更自由的生活。那么，如果一个人只能完成高中教育，甚至初中教育，那么他未来的人生发展、职业发展就会有更高的概率处在斩杀线以下。教育斩杀线在中美两个社会都存在。那先看中国，那中国的父母呢，首先要面临的就是学区问题好的学校，你不是想让孩子上就能上的，都划定了严格的条件，你得买学区房，你没买房就不准入读。这实际上是把这个优秀的教育机会跟这个富裕的家庭财富水平直接绑定了。那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体制内地位显赫的那些机关单位，他们经常不受学区房的限制，他们有所谓的共建学校，就是特别优秀的学校他们的职工子女可以直接入学。那这些学校通常都是每一个地区最顶级的那些了，这就相当于把这个教育机会跟你这个家庭的社会权力地位给绑定了。那再有呢，就是你能找到关系能通过特殊的渠道入读优秀学校。但要做到这一点你要么你得有很强的权力背景，要么呢你得有资源跟人家掌握入学权利的人交换。能交换的要么就是你掌握的权力资源，要么就是你手里的金钱呗。你看，你要是不在体制内，你又没有足够的钱去买学区房，你又没有资源去跟他交换，那你的孩子就基本没有机会去享受更好的教育了。那么你上好大学的概率就很低啦。那将来你能够进入体制工作或者找一个更好的工作，你概率就很低很低了。当然还有人会抬杠说，那普通学校也能出来优秀的孩子呀。哎呀，这个又来了，这又是小概率个案。我们考虑问题一定要有概率思维，我们说的是大概率问题。那美国是什么情况？美国的择校是几乎完全没有门槛的，私立学校就不说了，那是纯粹是拼钱多钱少的。但是公立学校有很多非常优秀，而且它一点都不比这些私立学校差。你想让孩子去优秀的公立学校读书，那你只需要去那个学区居住就可以了，你不需要买房子，租房子就行，也不需要托人找关系。那假如你没有钱呢，也不是什么大人物，甚至你很穷，你只要搬到这里居住提供你的租房合同、水电费、缴费单，你的孩子就能入读。那所以说呢，在美国这个教育斩杀线，你从理论上来说是基本不存在的，你搬个家而已嘛。但是美国中小学教育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财政投入太少了，这造成教师工资太低，你无法吸引社会上最优秀的那些人来当老师。那一个美国中学老师一年的工资也就才5-6万美元这还不如一个建筑工的收入水平呢。当然他们的社保福利会更好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依然太低了。你教育上不肯花钱，你低水平的老师太多，你烂学校太多，那他对孩子很多他不负责任你教的知识也不到位，孩子也缺乏足够的引导、鼓励甚至督促。那这就造成美国的学校教育呈现出严重的两极分化。很多人说美国好学校是因为教育经费跟房产税挂钩所以富人区的学校好，穷人区的学校差呀。那这是一则流传最久最广的谣言。至少在加州，真相是房产税早就不跟教育经费挂钩了。好学区确实经常在富人区，
但是他得到的政府拨款呀，往往是最低的，而穷人社区呢，却往往是最高的。那这说明美国政府啊，特别是加州政府啊，他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那努力加强对落后地区的教育投入。那些好的公立学校啊，之所以优秀，很重要的因素啊，是社区居民踊跃捐款。比如我所在的学区，那学校就非常好啊，全美排名都是前1%的，但政府拨款啊就非常少。那很多居民呢就踊跃捐款，那光捐款1年就有300万美元，这是支撑这些优秀学校保持优秀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你可能还会说，那人家这个社区的居民捐款搞起来的好学校，那肯定非常排斥外来的人搬过来入读吧？那你又大错特错了。这些好学校啊，它不仅不排斥，还非常热情地欢迎你。我们刚来的时候啊，就受到了非常热情，甚至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这个欢迎关照。刚搬过来的时候，一开始没急着去办手续，结果人家学校主动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孩子入读，那确定我们什么时候注册，什么时候去参加测试。那他还考虑到我们孩子刚来初来乍到没朋友啊，还主动给我们联系另外一家有同样年龄2个孩子的家庭，跟我们配对交流，让孩子们早交朋友，适应环境。那我当时也真是心里暖到家了。所以这个社区的人们啊，都对这个社区很有感情，都很愿意为社区做奉献啊，大家也都很友好热情。那我当然也非常乐意去捐款了。那么财政投入低，这个贫穷社区的学校比较差，它会带来一个后果啊，就是孩子们在学校里就完全是放羊的。我不是说老师应该强迫孩子学习啊，那不是的，老师不应该强迫，但是好的老师是可以给孩子更多的鼓励、引导，还有一些督促啊。那如果老师们不上心、不负责任，孩子们的家长他又不当回事儿，那么孩子们这当然就放羊不认真学了呀。结果呢，就是美国相当一部分人群基础知识非常薄弱，简单的加减乘除都不会算，伊朗、朝鲜这些国家在地球上哪个位置都不知道。那比如有一次我去 T-Mobile 办理手机业务，服务经理给我的家庭计算月资费，他嘴上说基础费用50，再加上130的另外的费用，合计，他就掏出一张纸一支笔，就在纸上工工整整的列数式单130、50加上然后工工整整的写出来180，然后他很高兴抬起头来说180元 Sir。 我其实当时已经惊讶到说不出话来了，我非常错愕，我愣愣的看着他，然后我随口就说了一句 Wow, you are good at mathematics。 他乐得笑开了花呀，自豪的说 Yes, I know。 就这样的事例在美国是很常见的，我都碰到不止一次了。那中国人听到简直觉得不可思议啊。那你看这美国的教育体系一方面他培养出来像盖茨、奥特曼马斯克这样的天才，那另一方面呢，又培养出来大量基础知识接近于3年级小学生的这种劳动者群体。那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教育投入太低了。那么这是美国的一种软性的教育斩杀线，这个斩杀线主要体现在父母的认知水平。那你稍微认知水平高一点，你就完全可以带着孩子到好学区去就读嘛，你有什么成本呢？可是无数父母在这样一种放羊的教育下，他小时候也是这么长大的，他对此毫无感觉，不觉得教育多重要。那我这一辈子干一个建筑工挺好的呀，我折腾干嘛呢？那在未来这个知识密集度越来越高的这个信息时代，如果你的孩子无法享受好的教育，那么他的脆弱性就很强，就越容易出现社会阶层的滑落，很难翻身。那对于不论中国还是美国的普通人来说呢，你怎样应对这个教育斩杀线那我曾经在北京生活过很多年，2个孩子一个读到6年级，一个读到4年级。那然后我又带着他们到美国来他们又在小学、初中、高中开始读书。那我想我还是能够给大家提一点建议。首先呢，这个教育制度我们个体是无法改变的，但是我们是有办法从我们自己内部用力让我们的孩子人格发展得更好知识储备、思维能力发展得更强。方法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你要认真研读关于现代教育学的知识，认真的去仔细的学习，你会发现新大陆，你会掌握孩子成长的秘密，理解教育的本质，那你就会知道怎样才能让自己的孩子在哪怕是比较糟糕的环境里，
依然能够顽强的、强大的成长起来。教育界早已经用100多年的这个科学研究，积累了非常成熟的思想和方法。你越早掌握这些，你就越有底气，让孩子哪怕没有好的学校就读，也能够非常强的摆脱这个教育的斩杀线。那我自己是花了大量的时间来学习这个儿童心理学、教育学的这些知识，我是深有体会。那我这个频道不是教育频道，我就不展开聊这个孩子教育了。但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人力资本投资永远是收益率最高的投资。所以啊，赶快找来那些好书读起来吧。你千万别觉得时间太晚了，孩子大了来不及。不是的，教育、人力资本这个投资啊，永远都不晚。你越早开始读这些东西，你的收益，孩子的收益就越大。第3条斩杀线就是疾病和医疗。这条斩杀线是非常残酷的，我们都会生病，一旦生一场大病要花费高额的医疗费用，而如果我们又没有足够的财务储备，又没有保险的支撑，很多人会立即背上沉重的债务，被这条斩杀线牢牢封死在财务困境当中。这个斩杀线在中国、美国都同样存在，而且都很严重。在中国呢，大体上可以分成3类人。第一类是体制内的人，这部分人包括国有企业的他基本上是摆脱了这个医疗斩杀线的人，他们的安全边际可以说是无限大的，你看病都不需要花钱啊。这部分人总共也就1亿多人。第2类呢是体制外，但是你有正式工作的人，也就是在广大民营企业工作的人，他叫职工医保。这些人表面上看他的医疗报销能够达到90%，但实际上真正你有了大病就知道厉害了。甲类报销项目100%，乙类项目只报70%到90%，而丙类项目就要完全自费。可是丙类项目常常是必不可少的一些比较高端的药物和项目你一旦进了 ICU， 或者你得了癌症，那这些丙类自付项目就很多你通常总体算下来一场大病这个报销比例实际上可能就只有60-70%。你关键还有一个封顶线通常就是50万到80万超出的你不给你报了。这第2类人呢是大约2亿人。第3类呢就是被称作城乡居民，他们就包括灵活就业人员和广大的农民，这块报销比例就更低了。而且呢，他们还有一个特别我觉得没人性的设计，就是说你这个农民你要在乡镇卫生院治病，80%-90%都给你报销，但是你要去更高的3甲医院，那只能给你报销50%-60%。你看你这个制度设计简直就是在说，你们农民命贱你们不能去3甲你就在乡镇医院。那你再考虑到乙类和丙类这些自付项目，基本上他们这个能报销的也就在30%到40%左右。这第3类人大约超过10亿你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得了大病，治疗费用需要100万，那如果他在机关事业单位，那他不用担心1分钱都不用花但是如果你在体制外有工作，那你得掏个30-40万。那这对很多人来说是足以斩杀他的家庭财富的重担了。那不少人就得借债，或者干脆卖房，生活一下陷入了贫穷。那假如你是城乡居民，要掏60-70万，你借债你都借不到，你想卖房子，你的农民房都不值钱，那你就在家等着吧。这是血淋淋的斩杀线那我身边听说的这类故事实在太多了。美国的情况呢，总体上要好很多，但是也不轻松。美国它各个州的医疗差异很大，比如说加州、纽约、马萨诸塞华盛顿这些地方，他们是穷人看病不花钱，那反而如果你是一个赚钱养家的中产阶级，你就要交比较昂贵的这个费用去买保险保险有的又覆盖的多，有的覆盖的少。那如果你被保险拒保了，那你就得承担沉重的医疗费用。那么在这些州呢，这个斩杀线对穷人是没什么威胁，但是对中产阶层威胁巨大。但是他这个安排呢，恰恰提供了一个让你能够重新摆脱困境再次起来的这么一个机会。就是说，如果你原本是中产，因为大病返贫了结果反而你就不用再付这个医疗费用了，全都免费了。那你病好了，你就有机会再重新爬上中产层，而不是被这个沉重的费用一直压着不能翻身。但是像德州、佛罗里达这些地方呢，那就不是这样。如果你很穷，你买不起保险，
那对不起，你自己想办法。你收入差一点的人们，一旦生大病，就会立即背上这个巨额的医疗债务，滑向这个财务深渊。所以在这些地方，这个医疗斩杀线就非常残酷。那美国的这个医疗斩杀线，它之所以厉害，很重要的一点是它医疗费用特别昂贵，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老问题。各种原因解释了很多，那其中很重要的，我觉得就是2个。一是人工太贵了，医学院的学生，你从学习到毕业，花费巨资培养，那人工非常昂贵。第二呢，就是药价太贵。那药价太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药物它的研发成本非常昂贵，风险巨大。那你一款成功上市的效果不错的新药你通常都是踩着很多失败的这个药物研发的这个尸体走出来的。那所以你要想让这个制药企业有动力去创新，你就不得不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那比如你投了10个亿经过10年20年的辛苦研发，你终于推出来一款效果特别好的新药，那在市场需求量肯定很大呀，而且只有你有专利那就严重供不应求。而你为了收回足够多的投资和利润，你就一定会把药价定得很高。你可能说，你投入10亿研发，你卖12亿赚2亿不就行了吗？你干嘛非要卖20亿净赚10亿呢？你就不要那么贪婪吗？你们这些制药企业，你这样就把问题想简单了。你想，你要是这个药企的老板，你投了10个亿这个药成功了，那下一款呢？你能保证你下一款投10亿还能推出一款好药吗？你要是下一次投入10个亿全都打了水漂呢？所以你从财务稳健的角度，你也不敢把药价定在只卖12亿就行的水平你得给未来留下足够的这个失败容错的空间所以你肯定是要往高了定价，收回尽量多一些。那也正是因为美国一直实行这种完全市场化的方式，对这个制药企业产生了巨大的市场利润的激励。所以说，美国是世界上药物创新的巅峰之地你看其他欧美加澳这些实行高福利的国家，医药创新那不是受到严重的抑制了吗？研发新药的能力那还不到美国的1/10%、1%呢。你没有新药的创新，那人类的医疗技术不就只能停留在过去的落后状态吗？而美国的创新药呢，它又会惠及全球，很多过了专利期的药物会以很低的价格供应世界。所以说有一种说法说，美国人实际上是替全世界承担了药物研发、医疗进步的这个昂贵成本，这是有道理的。那面对创新药的昂贵药价，有一个国家特别倔特别横，那就是印度。印度专利法直接规定，如果你的创新药太贵我们印度老百姓买不起，那我们的印度公司就有权利仿制你的药物，我就象征性的给你一点专利费，你爱咋咋地。这把美国的药企气坏了，你们这不讲武德呀，你不尊重我们的知识产权，你公然立法践踏我们的专利权那站在印度那边呢，人家也理直气壮，救命比赚钱更重要，对不起，我管不了你的利润了，我要先救人。哎呀，这印度的特立独行也让美国真是无可奈何。但是最奇葩的呢，还是中国。那如果说印度的做法你还是可以理解的，对不对？那中国的做法它就已经到了无法用逻辑来理解了。那美国推出最新药物，那中国就说那不行，你不能在我中国卖，你要在我中国卖，你得重新在我中国做临床试验，那我才允许你销售。那美国说，就我这在美国都做了呀，你个数据都摆在这里那中国说那不行我不认，你还得在我这里重新做一遍。这重新做一遍那就是3-5年这3-5年里头，你眼看着美国人都用上新药了，很多人因此都挽救了生命，那印度人他也赶紧仿制了，很多人也挽救了生命。而中国人呢，你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这个病情恶化。那么很多中国人他就跑去印度买仿制药结果2019年以前，如果你敢买，就抓你坐牢判刑。你说我这病我都快死了，我去买个药为了治病，你把我抓去坐牢，我怕坐牢我还是怕死那2019年我不是药神这个电影火了以后，那当局也放松了一点，说你买了自己用也行，但是你要是给别人买，仍然要抓了坐牢。那你看，你说中国的这个逻辑在哪里呢？有人说这是为了保护民族制药企业，如果不这么做，我们的民族制药企业就发展不起来。哎呀，我的天哪！你保护药企，你不就是想让药企多赚点钱吗？
那你这逻辑不等于让一些人赚钱比给另一些人救命更重要吗？那疫情期间，美国早就出了那么好的疫苗，中国它就是不允许引进啊。你保护中国药企吧，那当然啊，国药科兴的疫苗赚了多少个亿呀？那最后结果是什么？疫情开放以后，那疫苗效果大家都看到了吗？那死了多少人呢？那数字都不公布了呀。那疫情过后，那又把国药公司号称这个中国新冠疫苗之父的杨晓明给抓了，判刑。那还特地说，抓他跟疫苗没关系啊！哎呀，我的天哪！那现在另一家疫苗企业科兴都面临要退市了。那你说你这保护民族药企，你这到最后都保护了些啥呀？那美国这个医疗斩杀线啊，还有个问题就是医疗保险公司拒保问题非常严重。美国的医疗保险公司集团它形成了寡头垄断的格局，都是大公司。这些公司呢，它就经常给这些看病人无理由的给你拒保。那一旦拒保，那这些人就要背负巨额的医疗债务啊，很多人他立即就陷入破产状态了。有的人可能就我看不起病了，我就等死吧。这也是深受诟病的一大问题。那保险公司拒保这些年引起越来越多的民愤啊。那很多人眼里，你这简直就相当于隐性的慢性的谋杀呀。结果到最后，你看美国去年发生了一个极端事件，就是一个高材生家里其实挺富裕的，他枪杀了美国医疗保险巨头联合保险的 CEO。那这个事情在美国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那当然我估计这个事情以后保险公司拒保的时候恐怕也得掂量了。但这个事情你最终得通过法律程序、正义程序来解决啊。那目前还没有看到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那普通人怎么应对医疗斩杀线这个挺难的，但是其实也有一个非常简单有效的办法，能够让我们化解60%以上的斩杀概率。什么办法？我这里稍微展开一点尽管不是经济学知识，但是它对我们大家实在太重要了。办法就是你去读几本好书，搞清楚高血压、糖尿病是怎么回事，你再了解一些癌症的基础知识，就足以让你化解60%以上的被斩杀概率。那为什么这么讲因为高血压引起的各种疾病在所有的死亡原因当中占了45%到50%，那接近一半糖尿病致死在所有的死因中占了9%到13%，这俩加起来就5%-60%了。而这两类疾病90%以上都是可以科学预防的。你去读了几本好书，掌握了科学的方法，你就能够避免掉这5%-60%的得重病死亡的概率那癌症呢，在所有死因中它占了25%，但是很多癌症也是可以降低概率的。你要再通过科学的方法能够再降低个5%到10%，那你不就是能够避免60%-70%的得大病的概率了吗？你看这是不是很简单？那对于读什么书比较感兴趣的，你可以在评论区留个言如果需求多的呢，我就专门去写一下贴一下。那第4条斩杀线呢，就是体制斩杀线。那这是中国比较独有的。中国存在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世界，体制内的世界一切岁月静好那体制外的世界呢，可以说是现在暗淡灰暗。那你只要进了体制内，你的工作生活就会具备非常强的防御能力。而一旦你进不了体制内，你要在体制外讨生活，那么你的工作生活是有非常强的脆弱性的。这个现象在美国不存在。那这个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这个鸿沟，主要的原因就是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和国有垄断。那中国的行政权力大过一切所以这个体制内的群体，他就自然的会想办法把资源尽量多的配置给自己这也是为什么体制内的各种福利待遇都那么好。那同时呢，国有垄断又把这个经济的主要财富抓在手里。但是呢，这个庞大的国有企业尽管享受垄断它的这个利润指标却非常惨淡。你比方说2024年世界500强企业，美国有139家，那中国有133家，数量差不多对吧？那美国和中国这些上榜企业的销售收入分别是13.76万亿和11.4万亿，也差不多吧？但是利润呢，美国是1.2万亿美元，中国是4900亿美元，那不到人家的一半。你要知道中国这133家企业
92家都是纯国有企业啊，那都是妥妥的垄断行业啊，垄断经营的，你利润本来应该是非常丰厚的呀。而美国那些企业没有一家享受垄断待遇，那你说为啥你享受垄断最赚钱，可是你利润不到人家一半呢？那原因很简单啊，它不是不赚钱，是赚来的钱都养人去了呀。你庞大的国有企业员工队伍吃掉了巨大的利润，所以啊，在中国你要想办法到体制内去，那是最好的分享国有企业利润的方式。那以上这几条斩杀线啊，先天问题、教育、医疗、体制啊，说实话，它基本都是外部条件、社会大环境决定的，我们个人无法改变。面对他们呢，我们更多的是无奈。但是还有最后一条斩杀线，它最隐蔽也最凶险。最可怕的是，它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它是我们自己亲手给自己套上的绞索。那我这里有一份72个人的真实档案，他们都是被金融斩杀线斩杀而破产的人间悲剧啊！他们天天躲债啊，有的忍受屈辱，有的呢直接人间蒸发。下一集我将会为你解密这72个血淋淋的案例，揭开其中的金融铁律。作为普通人，怎样做才能避开那条金融斩杀线，实现财富人生的稳稳的增长？关注老管解牛，我们下期再见。